在把持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努力下，2024财年的美国国会预算刚刚遭到了大砍，从1000亿骤降至60亿。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我是虎妞。最近几天，美国人和与钱的问题较上劲了。华尔街与硅谷的那些事情，咱们暂且不说。美国政府这里也到了新一年的预算提交季了，拜登政府得开始准备24财年的预算报告，递交给国会，准备接下来的磋商与谈判，以便10月开始的下一个财年能够正常的维持运转。而这些预算报告当中最受关注的，肯定就是美军的军费了。这2天，五角大楼递交了他们24财年第一版预算草案。相比于23财年来说，美军新一年的军费变化不大，仅从8160亿美元涨到了8420亿美元，3.2%的涨幅，在我军7.2%的提升面前，生动地展示了什么叫老迈帝国的后继无力。但其中依然有不少东西很有趣，比如说创下新低的战斗机与作战舰艇采购数量，比如说退役的远比服役的多的海军舰艇与空军飞机。而新一年度的预算当中，除了美军自己研发采购相关的内容外，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点就是援乌经费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一口气从上一财年的1130亿缩水到了仅有60亿，削减幅度高达94%，基本上就是从竭尽全力援助乌克兰变成了给点钱意思意思，让乌克兰人感觉自己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的幅度，应该说还是非常惊人的。要知道，由于美国特殊的军事与政治系统，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装备援助基本上是走了类似 FMS 渠道，也就是装备由美军直接移交给乌克兰人，然后国会通过预算拨款的方式给美军结账。比如说，美国援助给乌克兰标枪导弹或者 M777 榴弹炮，就是抽调美军的装备库存，或者由美军向美国的国防承包商订货，然后国会通过援乌相关的法案给美军拨款结账。所以通过美军预算里用以支持乌克兰的经费规模，我们也能判断出下一财年里美国人能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规模。这专门给乌克兰人准备的预算款，过去1年里美国批准通过的援乌预算已经达到1000余亿美元。光是去年末最终通过的23财年预算案里，就一口气给批准了450亿，而在下一财年中却直接迎来大砍，降低到了全财年60亿的水平。可以说相当能体现出美国政界在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一点上所展现出的态度变化了。这种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援乌预算缩减，对乌克兰人来说可谓是相当致命的。要知道，从去年2月之后，乌克兰的政府运转到军队行动，基本上都依赖于西方提供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其经济系统基本被1年多的军事冲突所摧毁。乌克兰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工业也基本食不存一，其正常作战需要的武器弹药等等都要靠西方国家提供，而这些装备也是要走这些援助预算拨款购买的。美国到现在援助了乌克兰多轮军事装备，这里面少的数亿美元，多的30-40亿美元，平均下来60亿美元也就够美国3轮援助的，连乌军1个月作战所需的装备弹药都不够，就更不要说给士兵发给养，给征兵办的人员发工资，维持整个基辅当局的正常运转了。直截了当的说，如果24财年美国真的只给乌克兰60亿美元援助预算，那泽连斯基现在就已经可以考虑第一时间跑美国，还是跑意大利的别墅更好了。拜登政府与美军选择在24财年大规模削减援乌规模，应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整个美国为首的北约都在舆论上给自己设置了非常高的目标，要以乌克兰为战场，一劳永逸地击败俄罗斯。拜登前不久说要支持乌克兰与俄军作战到底呢，大家都认为美国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与俄军耗一耗，试试能不能把俄罗斯拼到最后一口气。
至少等24年末秋天大选结束再说。但没想到这才23年初，拜登就主动地开始预算削减，准备放弃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准备对俄妥协了。情理之中的是，不管美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形势需要还是国内状态，都不允许美国再继续以如此高的强度继续在乌克兰与俄军耗下去了。过去1年如此高强度的援乌对抗，已经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实力。从军事上说，高额的援乌预算抽空了美军的装备库存，给美军未来需要面对的大国冲突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虽然说国会给美军补钱，但是弹药的生产也是需要时间的。乌军1年的用量是美军数年乃至10年的库存。继续下去，美军将缺乏弹药去应对自己所需要进行的作战。另一方面，是美国现在也真的是没钱，联邦政府一共就那么点预算的盘子，分给乌克兰太多，其他就没得用。这上千亿的预算，美军自己也眼红，希望留下来多买些新装备，更不要说麦卡锡为首的国会共和党了。今年初，以新任共和党议长麦卡锡领导的国会众议院就已经明确地说，要砍掉全部不必要的预算，要制止拜登继续大力援乌，只要是不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预算都砍掉，省下来的钱给美军自己用，给美军买装备来用于大国对抗，用于亚太作战。而援助乌克兰现在在共和党的理解当中就是不必要的，要是继续在预算里编列过多的援乌预算，显然是没法通过的。现在这个60亿不过是既定事实下维持面子的结果，对美国来说，这能表现一个继续坚定支持乌军的姿态，但对于乌军来说，如果24财年美国只能提供6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那面对的场面就将非常艰难了。这意味着乌军原本就非常捉襟见肘的弹药供应将会变得更加雪上加霜，而重武器的进一步援助也将归零，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